在不方便去枪库拿枪，所以你到了丽华酒店之后，只负责外围观察啊。如果技术中间发现了这个冯康，就立刻通知你，但千万不要实施抓捕啊！哎呀，放心吧，师傅，我现在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啊，干不出傻事儿来。哎，提这事儿我想抽你。哎，周队，哎，你们这是？这是？师傅，我先走了啊。哎，哟，小光，没事吧？没事。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啊？这不就是一个传销团伙吗？怎么搞成这样了？而且我听说你们在现场还叫了增援啊？是，啊，是叫的。那这帮人脑子都给洗了，特死性，70多号人拘捕啊！哎呀，这外勤工作还真是危险。哎，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咱们有多少同志受伤了？都医治过了吧？哎，要不要放2天假，让大家休息休息？哎呦，正如，你这难得这么殷勤啊！啊，不用了啊，心领了。法官，不好意思，我临时开小差去了趟吴征家的现场，这不是让郑队抓了个现行。哎，关队这是新案旧案一块儿抓，我这不是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刑侦的知识吗？今天正好有点空，我就到那个曙光4号院的现场啊，想去看看，结果碰上关队了。哎，关队，这案子呢也有个轻重缓急，反正您就多费心啊，好好休息一下啊。他跟我联系过了，我已经想忙着过去扑人了。不过我得跟你说道，让人查查这冯康，你别早告诉我啊！你还让他冒冒失失给我打一电话。我也是刚知道这事儿的。这什么意思啊？正气你们俩干嘛？我也不清楚，他带着技术突然去了吴征家的现场，而且在现场把这案卷交给我，还给我看了新的证物。那这意思，是不是咱也有好日子过了？听那意思，如果余杭的事儿咱们还不解决，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光明商场的监控找着了啊，要不然让他们送过来。不用了，让小赵跟小徐拿上脚印采样建模还有尸检报告，咱们亲自去一趟。高哥，哎，咋了？啊，那个关队跟周队要出现场，让咱们把现场的足迹采样报告一块带过去。哦，这个你不一块儿去啊？我就不去了。那个周队给我安排一堆活，干不完，你先去吧。好，那你先忙着。好，嗯。喂，我长波行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你们的视频系统平台上线了，但是现在要求覆盖4站1场，我们人手盯不过来，所以需要你们多派人手，一定帮我们盯紧了。现在周巡已经把这个系统架在了这个离京港所有的火车站和机场的监控当中，这玩意儿真的很好使吗？用系统筛监控，这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系统主打的是啥呢？就假如说你现在换个身份，你也得跟之前的照片差不了多少。而且你一旦用你自己照片去，不管是买票还是检票，到时候系统就都能有反应啊。那剩下呢？剩下是等呗。那也没别的招啊。哎，刚才峰哥给我发了3个电影票根，分别是2月8号、10号还有12号的。
吴征看了3次《007》，业余生活挺丰富，啊。不是，他就是再迷恋特工电影，也用不着一口气连着看3遍吧？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不是我，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当然我说这个啊，就倒没有说是咱不尊重故人的这个意思。你那吴征人也是人呐，对吧？你到时候有朋友的，方方面面的，你明不明白？明白什么呀？明白。哎，你怎么还？我这么说啊，就是假如说人女方就喜欢特工，那啪的，你这回明白吗？也许他单独自己连着看3次电影，是为了见某个重要而机密的朋友呢。接头啊！我怎么觉得这种接头方式有点冷战时期的桥段？啊？那我不这么认为。你要说电影院接头，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来电的。喂，今天心情如何呀？我有事情要问你。那得看你要问什么。看一眼手机。还算清楚吧？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现在想走，能安全离开金刚吗？这个老太太呀，经常带着小狗在我们商场，还有这个对面市博物馆的门口啊，捡点瓶瓶罐罐、纸壳什么的。但是呢，人看着挺干净，穿的也挺利索，肯定不是拾荒的。我估摸着，就是在家待着难受，然后出来溜溜弯，还能赚点买菜的钱。我妈也这样，只是她没有小狗。这个小伙是对面市博物馆的小保安，他平时休息的时候，只要这老太太在周围晃，他肯定去帮忙，帮着捡点这个废品，陪着唠唠嗑。老太太对他也不错，感觉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这是下午1点5分的监控，这小伙拎着一塑料袋的空瓶子，估计也得找老太太。警察同志，这个是昨天下午1点半，小伙又一次来到我们商场门口处，最后啊，这个小伙就跟着小狗往南边去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监控画面里。那行了，金处长，感谢你啊。好，没事，我们不打扰了。警察同志，多嘴问一句，这老太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哦，没有，那老太太好着呢，放心啊。这个是余杭的尸检报告。遭踩踏致死。由于被剥除了衣物，死者身上遍布的瘀伤不好在第一时间判断是受打击而致还是踩踏而致的。但是呢，解剖发现，死者自右后侧的背部至左前肋部
有着方向一致的各种压力创伤，包括皮下软组织损伤、骨折、骨裂、脊椎移位性的损伤、筋膜破裂，还有断裂的肋骨插入脏器所造成的内出血等。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他直接的死因，其直接死因是颈动脉窦反射效应导致的心脏骤停。关队，您说的对，任何人都有丢人现眼的第一次，也都有独当一面的时候。你说的不错，还有吗？还有，死者胸廓严重受损，胸腔膜破裂，肺部无法扩张，也无法形成供氧所需的负压，再加上上腔静脉压力增大，导致脑部的血液回流阻塞。就这么说吧，无论是哪一点，都导致他在遭到踩踏之后出现严重的窒息性休克。在遭到伤害之后呢，他身体的机能最多还能维持个1-2分钟，也就这样。哎，小徐儿，啊，不是，未来的徐主任啊，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余杭被发现的那个地方，还能不能算是第一现场？周队，你别，我离主任法医还远着呢。我问你，还能不能算是第一现场？不算。余杭生理机能最后2分钟，还有意识吗？有意识。走吧，不管这第一现场能不能成立，咱们去找找事发现场。哥，查了，这千禧国际影城的自有监控呢，最多只能保存半个月。剩下那几10个公共场所的专属安防监控，至少可以保存2年。但是呢，都已经传到了内部的数据信息库了。这虎则不敢强攻啊，技术上呢也很难攻破。所以你看看周巡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这事儿我知道了，但肯定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在余杭那个案子的案发现场啊，这事得抓紧，也做好准备啊。你先挂了。老周，哎，老关，这余杭就是在这儿啊。哦，对了，你看看这个足迹报告。哎，那个肩膀挨了一刀，有余杭手机那个人叫什么？单亚军啊。说到这儿，新城他们抓那4个人怎么发落的？啊，那2个持有管制刀具的有案底，该拘拘，该移交移交。非法行医的那个事儿不大，单亚军一时半会儿就别想走了。这个单亚军还供述，昨天中午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远安和北湖2地之间的群体斗殴。我估计余杭80%就是在这儿被裹挟进去的。是，被这2拨人打了。尸检报告上显示，余杭的尸体上大部分都是压迫性损伤，这现场缺乏保护，咱们也只能是推测。按照小徐的推测，余杭在遭到踩踏、受了致命伤之后，生理机制还维持了1-2分钟。这也就不到200米吧。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路。
要这么看，之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近乎赤身裸体，看来是有人想趁机捞笔福财啊。一个小保安能有什么钱？50、100。难不成还真有人为了一个破电话、一身保安服、一双旧皮鞋，丧心病狂的从一个明显已经死了人的身上捞福财？这地儿鱼龙混杂，想从里边找一个穷凶极恶、一天天把脑瓜子别裤腰带上当球耍的人，不是不可能。看来应该不是一个人。从这地面上混乱的痕迹来看，除了赵新成他们几个，至少还有4、5个人接近过余杭的尸体。从最下面这层痕迹来看，最先接近余杭的，应该是2个孩子，6到8岁之间，穿30码的童鞋。还有1男1女，一个穿42码的皮鞋，一个穿38码的运动鞋。男的可能是喝多了，女的应该是搀着男的。2个人在余杭身边停了一会儿，可能女的意识到余杭已经死了，在惊吓之中把男的给拽走了。2个人并没有报案。最有可能从余杭身上扒走衣服的，就是这名穿44码布鞋的男性。他似乎对余杭身上这身保安服非常的痴迷。从地上混乱的痕迹来看，大部分是双膝、双肘留下的压痕。他趴在地上又拖又拽，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连那双他穿着并不合适的42码皮鞋，也没有放过。后来他试图把余杭的衬衫也给脱下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外力的影响放弃了。应该是海港支队的人来了吧？看来这村里还真有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渣啊！哎，要这么着，不如挨家搜啊，把这些聚众斗殴和把被害人衣服鞋子都扒了这些人全都抓了。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让小高录入了冯康的信息，你猜怎么着？啊，这一核查，之前我们对那个小子的身份证核对过，就在黄河路加油站对面的那栋楼的天台上面。当时特警要在那设狙击点，协同的刑警发现有人在那看热闹，就查了他的身份证。就这小子，失之交臂了。说到申请，你有没有渠道能够帮我申请一下信息数据库的安防监控视频？几个意思啊？说清楚了。是这样，吴征在遇害前，分别在8号、10号、12号，独自一个人前往千禧国际电影城看同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事儿实在太反常了，推测他有可能是见某个人，所以只能靠调取监控。内部数据库啊，老关，你也是当过支队长的人，那能碰那儿的得手眼通天。我想过了，你去找陆明佳，他点子多，能力也比较强，应该有办法。而且你们俩出生入死过，试试看吧。这边。好嘞。天儿不早了啊，今儿肯定得连轴转。你们哥俩该换换了。不急，红宇在村口等着我呢。在交接前，我想先找到余杭生前最后想去的地方。
哎呦我去，这不是那只狗吗？啊！真是不服不行啊！看这一地乱七八糟脚印儿，我都蒙圈了。有人吗？阿姨，阿姨你好。嘿，阿姨，阿姨。队里刚才已经联系上了余杭的家人，从他家人那里得知，余杭是个留守儿童，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和奶奶一样心地善良，特别喜欢助人为乐，而且也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在市博物馆做安保这半年呢，经常去光明商场门口看一个捡瓶子的老奶奶。跟他聊天，给他慰藉，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老人家当成了自己的亲奶奶。老人家呢，也把他看成自己的亲孙子。昨天老人是非常反常的没有出现，所以余杭很着急，跟着老人的小黄狗一路跑进了城中村，但没想到碰上了远安和北湖两地人之间的斗殴，被裹挟其中，不幸被踩踏致死。法医队已经确认了，老人家昨天中午是突发心梗，自然死亡。所以说，他和余杭是前后脚走的。虽然在地面上没有见最后一面，但他们在天上还是会相逢的。那只小黄狗呢？法医队把老人家拉走以后，小黄狗就不见了。所以整个案子并不涉及安防信息的泄露，也无关在场领导的安全。两地斗殴的混子，队里会继续筛查。整个案子也就算破了。不是，那把余杭扒的精光那混蛋怎么办？就这么算了？不能打，不能罚，找到他又能怎么着呢？如果说余杭生前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女朋友曾经说过，余杭生前在网上给他买了一块天琴女表，网络记录也显示已经签收了，但在他的遗物当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件东西。吴征去电影院这事儿，我会让周巡去找陆明家，看看他那边有没有办法找到些有用的监控录像。还有那郑琦，那怎么回事？
不清楚。让我猜的话，那就是欲擒故纵。那他就打错算盘了。咱这个预案还得好好推敲一下。你像上次保安出这个问题，真的万一这会麻烦，非常麻烦。哎，关队，哟，关队，麻烦把你的人集合一下，我有点事儿要问。好。所有保安到广场集合，到广场集合。余杭在生前买了一块天琴女表，是送给他女朋友做生日礼物的。这东西还没送出去，他就遇难了。我们现在在他遗物当中没有找到这块表。如果谁拿了，我希望他能站出来。一个和你们朝夕相处、一起共事的兄弟，因为担心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在去探望的路上，意外被踩踏致死，近乎于赤裸地暴尸在烂泥当中。而你们当中的某个人，居然还舔着脸拿走他的遗物，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谁拿了，赶紧承认，别让我再问第二遍。谁？说话！余杭的表是你拿的，东西呢？我问你东西呢？山老，公安一直盯着这条线上的事儿呢。那小子确实扎手啊，这事儿怪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算了。还有你下面那2个人，要是牵连不到您啊，也就别管了。说实话，我是想劝您，最好也出去避一避。爸爸，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我话说的不合适了，先走了，您老保重。怎么样？拿着了。还真没说啊，系关行之那小伙子还挺帅的，头发不是染的吧？有我帅吗？来，接着。来，哎呦，认真工作的男人才最帅。你别捧上啊！就用得着我的时候，嘴可甜了。看看啊，哎，就这天，吴征留下的这个票根上面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场次。这部电影2个半小时，前后打了富裕，我要了4个小时的监控视频出来，3天呢就是12个小时，恐怕量再大，光凭咱们几个人的精力根本筛查不过来。不是咱筛什么？你们不是有系统吗？你说的这个系统，是得跟公安合作的，而且还得是公安部入围选定的这些技术企业才会有。先不说需要多少的审批手续，
可能光费用我们就承担不起，而且还会暴露我们调查的过程。你想想看，这些监控视频从哪儿来的？到时候怎么解释啊？峰哥，你啥意思？咱用人肉系统，一根一根看。不是这号是，开始吧。我问你呢，余杭的手表在哪儿？你主动交代和被我们查出来，完全是两种性质。大哥，我交代，那块手表在我去按摩的时候被仙人跳抢走了。帅哥啊，把衣服脱了吧，给你挂起来呀。谁呀？这大晚上的啊！哟，是您呐！这有段时间没回来了啊！哎呀，得空回来住2天了。过来住几天。哎，对了，您饭吃了吗？没呢。啊，稍我歇着啊，给你炒俩菜来。哎，建哥。哎，哎呦，谢谢啊！哎，马上就好啊，歇着。你还想怎么样？看来今天心情不太好啊。上次给你发的那段视频，你不用担心啊，我没别的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咱们俩之间的合作更良性。无所谓，你要是真要把那个视频放出去了，也只会断送了你从警方获得消息的路子。不管怎么说，你给我的消息还是挺有用的。你离开金港了？你个臭娘们儿，背着我勾引男人是吧？啊！哎呀，我说媳妇儿，行了啊，咱不哭了行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你走开！他欺负我你都不管。我怎么能不管呢，媳妇儿啊？啊，哎，你先别哭啊。我说哥们儿，你也是的啊，我这可是正经理发店，你说你扯这干啥呀？你看你把我媳妇儿吓的。哎，好了好了，媳妇儿啊，我说的了啊。都怪你这么晚回来。嘿，对，都怪老公，老公不对啊！哎，是不是还是因为那包啊？哎，你放心了，老公一定给你买个包啊！老公给你想办法。嘿嘿，不哭了，不哭了啊！哎，不哭了。我说哥们儿，要不这么的吧，你借哥哥3万块钱，给你嫂子买个包，哄哄她，行吗？常这么干吧。昨天晚上还敲诈了一个保安，那财物里有一块天津手表，有印象吗？哥们儿几个意思啊？活够了吧？哟，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你听我说啊，我们这是正经做生意的。笨他妈你话呢？有印象没有？哎，有，在哪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没想到老关发起火来还挺吓人的。轻点，轻点呀！这块表是他在网上买给你的，打算当做生日礼物，花了2500块。余杭1个月的工资刨去7七8八，剩下也就是这个数了。他租住的那个小隔断，每个月700，全部存款是15900块。
而你昨天以孩子生病为理由，向他索要的用来买传销产品的费用是8000块。如果他没有出现意外的话，我想他是会转给你的。我就说这么多，其他的你自己想。郑队，小周，嗯，你们这个官队，他一向都是这么有意思吗？啊，哪儿有意思了？你看啊，就算是这个追赃回来的东西，那也是属于人家余杭的遗产。他这么莫名其妙的就给了一个，你看，既不是直系亲属，又不是这个继承人。郑队呀，官队就是知道涉案财务的规定，所以啊，给葛芳的那块表是他自己买的。哎，停！每次开场不到20分钟就走了，这个吴征肯定是去见什么人的。你说这吴征也是的，这片子不错，一次也没看完。散场之后呢？散场之后再查查。他们应该就是不想一起走吧，所以这个吴征出现前、走之后都有可能。好容易弄到监控，再查查吧。啊，有点耐心。嗯。哎，白帽子？什么白帽子？这是一个黑客联盟的一个标志，就是联盟里面的人都非常精通网络防御，就他们对这电脑语言和 TCP 协议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他们不光懂得防守，还懂得进攻。但是整体上，这些人都对这个信息安全，他有一个宏观上的这个意识。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应该就是那个黑客里面的好人？也不完全是，就反正联盟里这些人就是把这种，资历深、水平高这种叫灰鸽子。至于这些就水平就很一般、不太好的和这种人性也不太行的这种叫灰老鼠，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像我这种属于鸿雁，都干对流层里去，就这样。鸿雁是吧？哎，麻烦你查一下，这个人这3场电影都在吗？哎。停。哎，停！齐一会儿。哎呀，你们这种人的品味都差不多呀，是不是觉得在电影院街头特酷啊？不酷吗？这边聊着正事儿，那边枪战啪啪，就整个氛围，那不酷吗？能查到他身份吗？哎，你现在这种人可真是不好查。哎，高手自有高招嘛。关老师，徐哥刚才说老奶奶已经确定是自然死亡了。现场还要继续勘验取证吗？如果不用的话，就解除封锁了。好的。
别动！举起手来，我是警察。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夜，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意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祭奠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